大家好，这里是爱科技。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改装这个快客2008这个风枪的这些心得哈。为什么我要改装这个风枪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些地方让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哈。虽然它这个枪是很 OK， 因为旋风枪嘛，但是它这个设计呢，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因为它这个手柄呢是一个挂臂式的手柄啊，我需要拿下来，然后呢放上去啊，这样子一个动作，我觉得很不方便。而我以前呢一直是用这个A11300或者是861D，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拔插式的这种方式。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要去拿这个手柄的话，我需要把我的手这样拧过来去拿，像这个方式，然后拿起来，然后呢再转过来，然后我用完以后呢，我需要再这样方式放回去，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当然，对于我而言呢，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痛点哈。所以呢，我希望我所有的风枪都是这种插拔式，然后呢底座式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方便啊。因为这样子拿的话，我真的特别的难受，用完了以后还得这样放回去。那么如果是把它放在前面呢，又感觉有点挡位置，因为这个机器比较大，因为单独一个手柄的话就比较小。那如果把它放到上面，那你得这样伸手去伸手比较远，然后呢总是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啊。那么我这台威乐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挂臂式的，我当时在用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的不爽，所以呢我就把它改装了一个像这种底座式的这种插孔哈。不过有一点是有好处的，就是说这个威乐的枪呢，它的开关在这个手柄上，你一按它就可以开，一按它就可以关，然后不需要是这个磁杆，也就是这个货不需要这个方式，所以我就很容易的就把它改装了。但是这个2008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需要这个磁杆哈，所以我想改装一个底座加一个磁杆，我觉得非常的麻烦。然后因为它这个口径呢又不是很好哈，就是很难找这个相对应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当然也是借助于这个威乐的这个开关给了我一定的灵感也就是说呢，把这个2008呢这个地方改了一个像威乐一样的一个按钮，我按一下它就开，按一下它就关，然后呢我随时可以插在这个改装的这个底座当中我就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方便，因为你看我拿起来放下去，开关开关。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改装。好，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尾部的2颗螺丝给卸掉，然后放到边上，然后呢把这个前面给它拧掉，打开。这个呢是个风机，然后这里就是它的磁杆或是这个位置我们要把这2根线，如果说你以后不想用这个磁杆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个破坏掉，把这2根线，然后呢接上我们这个开关。我这个开关是因为买的时候买错了，它是好像3块钱一份，我以为是3块钱一个，我想想嘛，给学员也改改，我就买个10几20个，然后没想到买过来给我发了200个，就很尴尬了反正也留着也没关系。后期呢，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就问我自己付邮费，我就免费给你们送也就是说，把这2根黄色的这个线分别接到这一头和这一头，然后呢，我们按压就可以开关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你又想有磁感，然后呢又有这个按键的话，你就准备2根线，然后呢给它进行一个改装给它再进行这么一个改装。那我们先以这样的形式去改一下，因为它这里面这个传感器是一个小玻璃的，很容易弄碎其实我是不喜欢用这个，我就直接弄碎了。那我们先以保住这个方式先往下改吧那我们先把这个线给它焊上。然后呢，烙铁给它上点锡。OK， 然后呢，先把这里给它焊接上好，给它焊一下看因为焊上的话会感觉会更稳一些。OK， 可以再加一点锡，会更稳固一些。OK 了这根线呢改到这边这个位置，然后这根短的线呢我们直接改这里来就行了，从这里改过来就可以。我们先把这个线捋出来，我看一下这个方位够不够。
不太够，我可能需要从这个黄色的线这里开一个口，开一个小口，直接呢用烙铁给它烫一个口，我给它上点锡，好，然后呢再把我们这个小白的线焊上去。好，搞定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两头给它焊上去哈，这两头注意啊，这两头的话呢，我们需要把它放到底下来，因为太高了不好焊啊。我们要先从这里穿过去。这个其实很简单，稍微懂一点的人都会改啊，只是说。对于你们来说实不实用我就不知道，反正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很实用啊。这开关呢无所谓正反啊，反正怎样开怎样关，你自己试一下就行。好，这样就行了，也尽量给它焊一下啊，这样子会牢固一些，要不然后期返修去拆它比较麻烦。多加点线。OK， 然后呢，这边同样我们给它焊一下，放点焊油，加点锡，好 ，OK 了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肯定要先来试一下这个开关可不可以用啊？开关可不可以用？我们先开机，好，开始了，关闭。开始，关闭啊！现在在升温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磁感可不可以用哈，放回去。也是可以用的哈，也是可以用的哈。所以这样的方式呢，你不仅是可以保留它原来的这个方式也可以加上一个按钮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放上来就降温了，然后拿下来它就开始升温这么一个方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风机的这个位置哈，因为我自己的枪呢，我是这么固定的因为它下面呢有一点点低有一点低，但这个地方也有一点高，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削一块过来填在这个地方，刚好刚好。那我拿刀削一下，这个比较厚没关系的，你削随便削它很厚。可以也差不多挺好的。但是这个按钮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盖子就盖不上去了，是吧？所以我是把它从这里打一个洞从这里打一个洞，因为我觉得我放在这个地方去按的话呢，是最方便的，最方便，所以我这里给它打个洞。你可以用这个打磨机慢慢往下打也可以用烙铁去慢慢烙，随便那我先用打磨机打一下。打磨机的话呢是非常的快因为它这个毕竟功率比较大，烙铁看着比较慢因为这个塑料比较耐高温的但这个洞太小了，我们需要打大一点需要打到这个黑圈外要露出来，要不然你这个按键不好按太短了，所以说我们要打大一点。好，这样可以，我们先试一下看能不能钻进来这个按键。如果能钻进来才行，不能钻进来我们也没办法，是吧？你还得打大一点，然后对准位置。好像还差一点好像还差一点点，我再打大一点点好，我再试一下好 ，OK 了，这样就可以了。比较方便。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固定一下这里有点脏，我们等一会儿再清理。先装上枪。这个地方我需要给它垫高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太矮了，这个按键呢会这样有点斜的，所以你要垫高一点。垫高一点的话，但是这个因为又太矮了，所以我需要2层需要2层，这样就可以。然后把它垫进去就可以。
那因为它不会固定哈，我们可以加点502。好，我们稍微放一点502，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呢，用镊子准备把这一块焊上去。好 ，OK。如果你想要更完美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慢慢来哈，不需要那么快。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线呢捋到这个里面，不要太露出来。好，先把这里固定一下哈。好，然后再把线捋进去。然后呢，这边再上螺丝。好了，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再开机测试一下。开机，关机。好，我们来看这个数字表，它现在在降温，一直在降温。然后呢，就是模拟我拿起风枪这一瞬间哈，然后呢，这样就开机了，它又在升温。当然我放回去，它也是会降温的所以呢，这个方式呢改装的话，既不会呢损坏这个原有的这个传感器磁感传感，然后呢也可以增加我们一个方便的一个按钮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改动但是它对于我而言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平时的维修量呢也非常的大它不仅是让我感觉舒服跟方便了，然后呢也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了我这个维修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给我点赞、转发、投币。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